四拳我们看，后手拳，他这个时间非常漂亮，可惜击身难腿一个泰拳王曾在泰国险些终结妖刀魏睿的职业生涯。3年前，年轻稚嫩的魏睿初次前往泰国打比赛，就遇到了正处于巅峰时期的泰国百胜拳王，结果吃了年纪小、经验不足的亏，不仅输掉了比赛，手臂还被当场踢骨折，险些葬送了自己的擂台之路。之后，经过长达3年的养精蓄锐，魏睿终于有勇气直视这段噩梦，对曾经击败自己的泰拳王发起了指名挑战。势必要成功复仇，挽回自己失去的尊严与荣誉。曾在泰国暴揍魏睿的，就是来自泰国的百胜拳王泰晚礼。他不仅在21岁就称霸了泰国轻量级拳坛，甚至还是唯一一位能与泰国王子波球平起平坐的太极选手。而他那精准恐怖的扫踢，更是成为了擂台上无形的杀人武器。无论是赴泰挑战的国际悍将，还是泰国本土的职业选手，统统都被他打得非常极惨，当场躺尸。在击败众多中国选手之后，泰晚礼便名声大振。而自从他踢断了妖刀魏睿的一条手臂之后，泰拳变成了中国选手无法逾越的一条鸿沟。终于经过3年的蛰伏与沉淀，魏睿等来了这次千载难逢的复仇机会。此时的魏睿也早已从之前的毛头小子蜕变成了如今的帅气小伙。长时间的刻苦训练和丰富的擂台经验，让魏睿有十足的信心复仇成功，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誉。不仅要斩获当晚的冠军金腰带，还要彻底扫除泰拳选手对中国拳坛的笼罩与阴霾，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色短裤是中国选手妖刀魏睿，蓝色短裤则是泰国拳王泰晚礼。刚刚步入职业擂台的魏睿，只不过在国内打了几场表现比较出色的比赛，就被派去泰国对战泰拳王。结果由于对泰拳规则比较陌生，就直接吃了一个大亏。而战败归来的魏睿不仅没有气馁，还在积极打比赛的同时，深入研究了泰拳的各种招式，只为有朝一日挽回自己曾经失去的尊严与荣誉。俗话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为了满足他这个愿望，赛事方也是花费重金邀请泰拳王来华打比赛，所以足以看得出来，魏睿为了证明中国功夫也是豁出去了。最近的状态风口非常好，对，两个人都是反架，谁打谁都别扭。是，刚才我们还说这两个人好像照镜子一样啊，这个看着自己呢，平时呢打这个正架选手呢，可能是很舒服，但是对阵反架的时候呢，还需要调整一下。这个中段扫人很明显的击中了。对，台湾里还是保持着整体态势的一种积极性。对，它这积极性并不是说我出动作很多，在整个的身体语言上，对你的感知上，我会做很多身体的防御，还有反击的东西。失败的3年时间可以说是魏睿人生中最黑暗的时间。从泰国回来以后，魏睿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他不仅深入研究了各种泰拳招式，还对泰晚礼的打法战术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此时的魏睿面对曾经不可一世的泰国拳王，并没有表现得慌张，而是在保持两人安全距离的同时，寻找机会发起精准有力的组合拳进攻。反观这3年，让本就强悍的泰晚礼变得更加成熟老练。他看似是游走在擂台边缘，但实则却是在为终结对手做准备。这是一个相对于崔建良的轻灵，铁英华的碾压，吉祥的硬朗。魏睿是更像一个这个玩偶师，他更喜欢控制场上的这种节奏。是，而且这样的运动员往往对于自己的要求呢，他会更高。对，而且在战略层面，对。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一个完美主义者啊，魏睿可能在战术控制上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今的魏睿已经从年轻气盛的中国小伙转变成了擂台上暴揍老外的中国战神。无论是外国的精兵强将，还是其他国家的世界冠军，在魏睿面前都根本撑不过回合结束。而泰晚礼看到魏睿实力的提升，在欣慰的同时，也依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甚至还在赛前发誓说要将魏睿当场 KO， 从而彻底打开泰拳在中国的搏击市场。奈何魏睿既然敢登上擂台，那必定是做十分充足的准备。既然已经吃了一次亏，那绝对不会再栽第2次跟头。自己的荣誉，但是呢，这个魏睿呢想赢但不急。相对于这个其他选手，魏睿的这个拳的密度呢，并不是很大。对，他更擅长是3下就3次以内的这种进攻的这个成功率。漂亮，2个前刺。这场比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泰晚礼退步啦或者怎么样。我们看到泰晚礼第2回合。来华打过不少比赛的泰晚礼对中国选手的打法战术非常熟悉，更何况两人在3年前还交过一次手。但如果泰晚礼对魏睿的印象还停留在3年之前，那就大错特错了。
此时各方武术融一身的魏睿在擂台上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只要抓住机会，那么必定是一套丝滑的小连招招呼到对手的头上。频繁的进攻也让他在拿到了大比分优势的同时，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不过即使这样，魏睿也依然没有放松丝毫警惕。毕竟泰拳是以超高的杀伤力而闻名于国际拳坛，可能稍微一个疏忽就会被对手踢得断胳膊断腿。好，魏睿，两个人对拼。我们看泰湾里就像一个绷紧的这个皮条，对，蓄力，然后啪，很快的出拳。是的。因此啊，这次连续的进攻。在刚才的一轮对攻中，泰湾里展示出来自己对。经过将近1个多回合的试探，魏睿也是成功找到了对手的防守漏洞。在泰湾里出腿的瞬间，魏睿直接接腿将他放倒在地。重新站起来的泰湾里非常的不服气，可能他怎么也想不到，仅是3年的时间，就让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拥有如此大的能力。虽然这种击倒并不得分，但却会对对手的比赛状态和比赛节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不过泰湾里毕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泰国拳王，只是简单的休息就能让他再次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之中。这是勾倒了，并不是被击倒，是刚才魏睿是把自己的右腿，也就是自己的前手腿，直接拉到后边，然后做了一个后手拳。对，现在对方被读了一个重击，虽然没有被读秒，但是在裁判的印象分和这个重击分数是要打折扣的，是的。但是其实从刚才这个会议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泰湾里呢确实是有一个超强的能力。没错，他的对于这整个这个比赛的状态的把握和防守做的还是很。一直被频繁暴揍的泰湾里，貌似已经有点怀疑人生了。反观魏睿，则无时无刻都在拿着大铁拳招呼到对手的头上。而被牵着鼻子走的泰湾里，除了能做出简单的抱头防守，根本施展不出来任何防守反击。从两人这表现，足以看得出来，魏睿的实力绝对能甩泰国拳王10条街。不过泰湾里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挨到了这么多拳，除了眼神有些涣散之后，根本没有任何要倒下的迹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劣势只会越来越明显。到那时，除非他偷学了武僧一龙的金钟罩铁布衫，不然很难撑到比赛结束。最轮摆，看来你目前的整个态势还是魏睿的右手，漂亮，又是拿在手里，能够继续保持。好，第3回合的较量开始了。台湾里这一回合一定要做这个自己的重击有效进攻了。有了，魏睿，左手右手摆拳，第一位的打斧，前手平攻。机会来了！台湾里这个时候有一点晕，防守已经被打散了。台湾里现在防守比较机械了。是。比赛到这里，魏睿仅凭抢到的有效点数，基本上是已经胜券在握了。要知道，他3年前可是差点被踢断了手臂，从而险些葬送了职业生涯。所以，对于这场复仇之战，魏睿也是拿出了120分的认真，只为在中国的擂台上打出真正的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如果只是让泰湾里以点数输掉比赛，那就太轻松了。虽然说他该挨到的打一点都不会少，但魏睿能成为如今的战神泰湾里，还是贡献了不小的功劳。而魏睿也早就已经不是3年前的那个魏睿了。魏睿复仇的胜利的眼看就在眼前，还有2分多钟。但是魏睿并不想稳稳的结束，想要继续用进攻来给自己的这场复仇之战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场比赛，魏睿已经把自己整个的气势全都拿出来了。是，没错，平头上攻，第2回合开始，魏睿整个的状态站不住了，保持优势，继续压制，经验很丰富。毕竟泰湾里呢，即使到了比赛的最后，魏睿依然没有停下猛攻的步伐。从比赛开始到现在，他挥出的拳头没有100也有80，但无论他施展怎样的动作与招式，泰湾里都能站起来坚持继续比赛。从这抗揍能力就能看出来他的擂台经验有多么的丰富。虽然此时的魏睿也打过几十场比赛，不过面对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老拳王，内心还是不免有一些紧张的。为了打赢这场比赛，魏睿甚至还观看了泰湾里之前所有比赛的录像，只为一雪前耻，彻底证明自己的实力。泰湾里的这场比赛看来回天乏力了啊！现在呢，这个胜利的天平已经是倾向到了魏睿，就看魏睿怎么样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接下来时间当中充分的利用，把握好这个优势。没错。
是要着急，这个时候更需要冷静。是优势已经在手里了。是的。哇，蔡永礼防守确实已经是比较机械了，对，已经只是机械的摆在面。不堪重负的泰晚礼最终还是倒了下去。不得不说，魏睿这场比赛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在全程暴揍对手3个回合的同时，还用拳头击败了曾经的泰拳王者。经过这一战以后，已经成为了搏击名将的魏睿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地位。最终，魏睿成功在第3回合 KO 对手，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妖刀魏睿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